姑娘，来吃点水果。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待了好几天了，倒不像是来旅游的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是摩托俱乐部寄来的邀请函，寄件人宋成。嗯，他是我之前认识的摩托车爱好者，好像最近加入了一个摩托俱乐部。最近俱乐部在举办旅行活动，可能他想起我也没有摩托长途旅行的经历，所以就邀请我了。1周后，车队会从魏明市出发，沿着西北前进，直到红野高原。看，车队预计这样走，在进入高原前不会过多停留。抵达提下镇后，车队就在这儿休整2天，随后呢驶入红野公路，沿途体验高原风情。当然了，骑摩托车穿行在红野公路上，可是每个摩托车爱好者的愿望啊。只不过，其实我心里是希望你能和我去的，但进入高原后，路况变化莫测，所以……那和长途旅行终究有差别的。毕竟我没什么相关经验，要是在红野公路上出什么事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所以这次，我们不能一起去了。可我预估了一下行程，整场旅行差不多1个月。当然可以啊，不过县城的老师就在面前，就不用找别人教了。你要是有兴趣，等我回来。不过不学也没关系，我会记录下沿途有意思的地方，下次我们一起去。没错，等我先探探底，下次捎上你，还不是小菜一碟？原来你大老远跑来是想给你男朋友一个惊喜啊！放心吧，姑娘，他们好几个人在路上互相照应着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等他来了，看见你在这儿，一定很高兴。别愣着呀，快去见他吧。哎，之前那段路虽然是坡道，但看上去挺平坦的，谁知道雨后会变得那么滑？其实我这车平时骑完全没问题，但遇上山路湿滑，难免就……
要不是燕哥察觉到了这个情况，我可能都不能继续后面的旅程了。好了，宋城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你已经说了好几遍了。大家结伴同行，相互照顾是应该的。对了，别光顾着说后续安排，大家记得这2天检查一下摩托的状况。很快就要进入红野公路了，之后的天气不会太好，得多注意些。没问题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哎，不过燕哥，你经验蛮丰富的，完全不像第一次长途旅行。哦，因为我挺喜欢户外运动的，所以习惯了各方面都留心一些。燕哥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我……这是我的未婚妻。他就是你每晚打电话的对象吧？感情很好嘛。我跟你们说，燕哥和嫂子那可是青梅。宋长。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还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让他们俩好好说说话吧。哪里帅气了？你这么说，我都不想从车上下来了。没问题，不过……先让我抱抱你吧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也很想你。哎，燕哥，吃饭了。知道了，宋长。哎，终于快进入高原了，咱们能走得这么顺利，多亏了燕哥。别看他这么严肃的，其实面冷心热。那时候我们刚离开魏明市，结果燕哥突然说有事，让我们先走，他随后跟上来。我们都觉得奇怪，这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掉头了？我当时还在心里埋怨了一下燕哥，毕竟他是我邀请来的，我担心他给车队添麻烦。好在当晚他及时赶了回来，没耽误行程。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，进高速之前，他在路边瞥见了个小孩，也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那小孩走失了，就倒回去帮忙找家长。我就是从那时候发现，
燕哥虽然话少，看上去生人勿近的样子，但其实特别热心肠。哎，嫂子，燕哥平时也这样吗？这是在帮我打掩护吗？要不要出去透透气？唉，总算是能和你单独待一会儿了。哎，你怎么也……想知道什么就直接问吧。我就在你面前，你还要听别人说吗？他们和你又不一样。我是觉得那些事不够有趣才没说的，但你想听的话，我就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你。对了，还有前2天，宋长的车出了问题，我们不得不在上个村庄里停留。唉，那边信号不好，我没办法给你打电话，让你担心了吧？我本来想到提下镇后就联系你，没想到你已经过来了。啊！你不会是早就计划好了吧？啊？我那明明是惊喜。不过，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虽然没有对你说过，但每次和你分开的时候，我都希望第2天睁开眼睛就能看见你。是啊，我们原本就打算在提下镇休整2天，我可以多陪陪你。哎，明天要不要出去兜风？来的时候我观察过附近的地势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而且，我也想带你去个地方。不会的，那个地方不远，半天足够来回了。没什么，我出来透透气。唉，就知道瞒不住你。喏，这是我做的录音笔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会记录下沿途有意思的东西，所以
我一边旅行，一边录下了各个地方有特色的声音。这样分享给你的话，会不会像你也参与了这场旅行？但普通录音笔的性能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我就干脆自己做了一个。这样哪怕有杂音，处理起来也很方便。是啊，不处理的话，所有的声音堆在一起，你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既然已经录下来了，我当然想通过这些声音传达我的心意，向你分享我的一切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还没处理好呢，怎么能让你听半成品呢？而且现在也太突然了，还是等……好。夜曲啊，我们凑近些吧。别害怕，这样是不是更近一些了？我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对了，要不然我们明天也顺便录一点吧。之前录下的都是我一个人的旅程，明天我们俩会一起度过，记录下来也不错。快过来！这个出场还不错吧？算过了眼瘾吗？怎么又被你看到了？看来下次我还得再……不过，刚才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？就是我接过你背包的时候，这个场景就像发生过一样。是吗？总感觉是更久之前的事。啊，算了，不想这么多了。走吧，我们去兜风。是不是感觉特别自由？
现在也不晚啊。魏明市周边有不少地方风景不错，挺适合兜风的。别急着计划下次呀，这次还没体验完呢。刚才担心你不适应，我刻意压低了速度，想不想再快一点？那就坐稳了。什么？哦，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。我还记得，我们回家后有段时间，我特别喜欢骑自行车，每天早上都骑车去上学。我会推着车在楼下等你，你也像今早一样，一边叫我的名字，一边把书包扔给我。只可惜，那是因为交通法规，我没办法载你去学校，只能捎上你的书包。因为我还是想和你一起上学啊。不过，现在可没什么限制了。到了。我估计的不错，这就是我想带你来的地方了。喏，在那条路上骑行的时候我就瞥到了，不过这儿不在行程计划里，我就只是记下来了。这么说来，这算是我第一次在骑行的时候发现意外的风景呢。是啊，毕竟我之前骑摩托车几乎都在城市里，也不会像现在一样长时间骑行。我在国安的时候，学习驾驶各类型车辆是必修课。我觉得骑摩托是最方便的，这么多年就习惯了。自由，哦，那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，但我一开始选择摩托的契机，似乎和你有关。我那时候刚到首都，又很快被安全部特招，多多少少有些不适应。虽然队里大家都很照顾我，但不能和你还有叔叔阿姨联系，我难免觉得孤独。哎，你可别露出这种表情啊，那不是什么大事。再说，我很快就适应了。但我是在那种情况下第一次接触摩托车的。当时我年纪小，还不能外出，好在队里有一块空地，我经常在那里练习。可能因为以前骑自行车载过你，练习的时候，我总是会想起你。大概吧，好像除了这个也没有别的选项。具体是什么也不重要了，那些不过是少年时期的幼稚想法。要不是你提起我俩骑自行车的事，我应该也不会想起这件小事。但现在，这个心愿已经达成了。再后来，
摩托车就成为我工作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。就像你说的，骑车的时候，我会感受到一种突破一切的自由，好像骑在摩托车上就没什么能够阻挡我。我以前听过一种说法，人的一生只有很少的时刻能够拥有纯粹的自由，所以如果感受到了，就要紧紧的、毫不犹豫的抓住才行。不论是那时，还是现在。哦，什么？没问题，随时都可以。哎，差点忘了，说好了要录些声音的。只要是比较特别的声音就可以了。就比如我之前经过河流时的流水声，还有露营时深夜的蝉鸣。有一次我们路过了一个岩洞，我录下了里面的水滴声。哦，还有最特别的一次，我在悬崖边上录下了风声。是啊，因为我想要事无巨细的分享。只是重现那个声音的话，应该也可以。你先闭上眼睛。听见风声了吗？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，再过一会儿就会越吹越猛，感觉像被悬崖回应了一样。怎么这样看着我？啊，以为什么？啊，你想听到这个吗？你没说错，我确实是考虑过要不要说点什么，不过最后还是选择了旅途的声音。虽然这个也没能完全瞒住。唉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在你面前，我好像什么秘密都藏不住。不管是在你看见我的第一眼时的隆重登场，还是路上出于想念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小心思，原本都是作为别出心裁的一部分，想展示给你看的。明明分别了半个月，我们又隔着这样长的距离，你却还是这么敏锐。我既苦恼于不知道要如何隐藏，才能不让你发现我准备的小惊喜，但又隐隐觉得高兴。是啊，因为某个人是出于爱意和想念，才会无比在意我的一举一动。在分别的日子里，你也是透过短暂的通话去构想我完整的一天吧。
我可不靠运气。录下来也没关系啊，我喜欢你的声音。回去就差不多得出发了。今天怎么过得这么快啊？真不想回去。其实，我是打算待会儿就揭秘的。走吧，回去再说。燕哥，你们回来了，快收拾起来吧，要出发了。知道了，等下就来。不用，我昨晚就收拾好了，我先去准备一下，你先去天台等我吧。没错，就是昨晚你看到的那个。带好了吗？那我开始喽。这些，就是我一路上录下的声音。我感觉单纯听声音会有些无聊，所以就想办法把它们编成了一首曲子。虽然现在只有一半，但还是希望你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，也能感受到旅途的自由。当然不是了，我虽然了解了一点乐理知识，但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精通。我编写了一个程序来辅助我完成编曲，虽然仓促了些，但还算成功。这种事又不难。一开始我是打算回家之后再分享给你的，和你一起坐在楼梯上，或者躺在床上，一边听着曲子，一边告诉你这一路上都发生了什么。我会对你重复许多遍，我想你，把每个想念的瞬间都告诉你。但在提辖镇看见你的那一刻，我想，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时机。是啊，不过提辖镇没有合适的设备，还是老板娘翻箱倒柜的帮我找出了随身听。虽然有点小问题，不过我已经修好了。想要你猜错也不容易，为了不让你发现，
我是半夜起床偷偷完成编曲的。还好，最重要的部分我瞒住了。那你喜欢吗？老板娘已经把随身听送给我了，剩下的半个月，就让这首曲子代替我陪着你吧。那我走了。别送了。没想到最后还是录下了想对你说的话。其实编写这首曲子还有一点我的小私心。我希望在我们没有见面的日子里，或许是一阵你耳畔的风，或许是一只滑翔的飞鸟，当你听见这些声音，会知道此刻我正在想念你。等我回来，你知道的，不论我去往何处，最终都会回到你身边。晚上好啊，我猜你忙得差不多了，就想和你聊聊天。哦，我刚结束委托，正打算来接你。我骑车过来，要是待会儿你没有别的安排的话，我们干脆去兜风吧。就在魏明市，我最近发现，在城市里兜风也挺有意思的。你想象一下，穿梭在霓虹灯光里，耳畔是车水马龙的声音，不是很浪漫吗？而且我知道有条路上的夜景特别美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啊，你也知道那条路吗？没错，我就是看中了那里特别的灯光。似乎是因为灯具的排布有意布置过，影子能产生深浅不同的阴影。不知道以我们的行驶速度，经过那条路的时候，会不会有更加新奇的体验？除了这里，我还挑选了很多地方，以后都想和你慢慢去。因为不仅仅是我们曾经约定会一起抵达的高原和山野，哪怕是熟悉的地方，我也想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和你一起走过。原来你也会这样想啊，那之后的行程一定会让你满意的。啊，我都准备了什么？现在不能说，我还想保密，到时候给你一个惊喜呢。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现在就出发来接你，待会儿见吧。